刀伤男正在艾尔巴夫迎接路飞，草帽团的第11人终于要官宣了吗？在海贼王漫画1124话的结尾，艾尔巴夫的海岸上出现一个神秘人，他在等待巨人族和草帽团抵达。神秘人会是谁？目前有2个靠谱的推断，第一个是哈古瓦尔蒂萨乌罗，他曾在奥哈拉事件中拼死救下罗宾，还被当时的中将亲自冻成冰雕。后来我们知道萨乌罗并没有丢掉性命，带着巨人族的战士再次回到奥哈拉，将学者们研究的书籍带回到艾尔巴夫。贝加庞克告诉过罗宾萨乌罗还活着，也不需要继续藏着给草帽一伙惊喜，可以排除这个神秘人就是萨乌罗。第二个就是黑胡子海贼团口中的烧伤男，据说他的手中有一块路标历史正文，但凡有敌人靠近他的船，都会被巨大的漩涡吞没。和之国战争完结后，路飞已经得到3块路标历史正文，此时烧伤男在艾尔巴夫出现也非常合理，能让草帽团获得前往拉夫德鲁的路线。海贼王1124话情报还有一个内容，就是莉莉丝与草帽团一起庆祝。路飞刚抵达弹头岛的时候，贝加庞克就提出要跟着草帽一伙逃出去，当时路飞也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给人一种贝加庞克要上船的感觉。而且草帽团目前正好缺少1名科学家，不过在对抗五老星时，贝加庞克被黄猿击杀，这也让草帽团的所有人感到沮丧。莉莉丝苏醒后安慰道，草帽团并没有食言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贝加庞克，已经安全逃离弹头岛，等同就走了本体。接下来的莉莉丝只有2个地方可以去，第一个是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，很多年前龙就邀请过贝加庞克加入，只不过当时的革命军很穷，不能给他提供充足的经费搞科研，现在的革命军已经壮大，能作为莉莉丝的归属。第二个就是以成员的身份留在草帽团，在所有的贝加庞克分身中，莉莉丝是第一个与草帽团见面的人，与娜美乌索普等船员的感情也还不错。当初路飞也允诺过带贝加庞克离开，碍于情面会让莉莉丝当第10位伙伴吗？打赏金3亿的海贼受到重创，被最强4皇一招秒杀。赤犬认为绿牛打路飞会丢掉性命，亲自离开海军后，赤犬立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大将，被明哥称之为怪物。不过在面对藤虎时，明哥扬言能干掉对方。难道说拥有怪物实力的绿牛，明哥也自信能打得过吗？得知藤虎来到玛丽乔亚后，赤犬立马命令绿牛将他赶出去。不过绿牛没有听从赤犬的命令，还特意请藤虎吃了一碗面。藤虎的表现很激动，邀请绿牛来打一架，认为实力不比对方弱。和之国战争完结之后，绿牛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登场。赤犬派遣他去处理百兽海贼团，轻松干掉岩灾镜和异灾奎因。不过赤犬还特意交代绿牛，千万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，也是认为绿牛的战力相比赏金30亿的路飞还有一定差距。绿牛对战赤鞘九侠的表现很好，几乎以碾压的方式轻松获胜。虽然被大和用狼牙棒打中脑袋，却立马用果实能力将其束缚。大和也是自认实力不如绿牛，让桃之助快点寻求路飞的帮助。可见在大和看来，即便他和武士们联手，也打不赢大将绿牛。桃之助的表现还算可以，变成巨龙吐出热息，差点重伤绿牛。此时红发海贼团也来到和之国近海，香克斯感知到绿牛正在战斗，立马释放出强大的霸王色攻击，麻痹绿牛的身体，让他退缩。仅仅是承受香克斯的一招，绿牛就害怕到灰溜溜的逃走。香克斯出手好像是在救路飞，其实是保护住绿牛的一条命。从绿牛进入和之国开始，路飞一直在观察他的行动，察觉到绿牛从和之国离开后，路飞很轻松地说不用战斗了，可见路飞很自信能打赢这位被称为怪物的海军大将。离开和之国后，绿牛被安排去抓捕前七武海白胡子2世。白2世刚当上七武海时，黄猿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实力，打伤过好几位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，可见白2世的实力并不弱。不过在对战绿牛的时候，白2世被他轻松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世界会议开始后，萨博带着几位军队长向天龙人宣战，见到曾经的同伴大雄被当成奴隶，萨博发誓要将他救回来。在释放天龙人的奴隶时，萨博等人暴露行踪，与绿牛和藤虎爆发战斗。藤虎与北军队长乌鸦大战，额头被打伤，缠上了绷带。绿牛的对手是巨人的茉莉，手掌被对方用3叉戟刺穿受伤。茉莉的赏金只有2亿9千万贝利，绿牛打不赢他，着实有点丢面子。尾田公开贝加庞克研制的最强武器，他的输出能秒杀任意一位4皇，难怪伊姆派五老星萨坦圣去干掉他。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，贝加庞克研制出很多强大的兵器，比如波尼找到的光之剑，外表非常帅气，战力输出也不会差。还有守护弹头岛的巨大机器人，能将桑尼号一口吞没，摧毁军舰轻而易举。在香波地群岛出场的和平主义者，以暴君熊的身体构造为基础，结合上黄猿的闪闪果实，能轻而易举打败2年前的超新星。顶上战争过后，和平主义者得到加强，战斗力应该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不过与炽天使相比，和平主义者的战力还是逊色很多。炽天使以七武海的基因为基础，融入了露娜利亚一族的基因。贝加庞克还让炽天使拥有了恶魔果实的能力，不管是攻击力还是恢复能力，都能达到之前七武海的水准。贝加庞克还曾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制造出一颗恶魔果实，因为颜色的问题，贝加庞克认定是失败品，将它封存在冰火岛。桃之助吃下那颗果实后，能变成一条粉色的小龙，也能在空中飞行。在鬼岛大战中，小忍利用鼠鼠果实将桃之助变成28岁的模样，也让他从一条粉色小龙变成一条体型堪比凯多的粉色巨龙，可以像凯多一样制造出火焰雨。
同时也能使用凯多的招式热系。在《海贼王》漫画1086话中，尾田公开毁灭露露西亚王国的方法，不是伊姆的恶魔果实能力，也不是3大古代兵器之一的天王，是贝加庞克制造出来的一种武器，能同时发射数以万计的激光，瞬间摧毁一座岛屿，破坏力不逊色任何一种远古兵器。之前凯多曾告诉路飞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现在来看是多么错误的说法，不管是恶魔果实还是霸气都是浮云。相比贝加庞克用科学力量带来的破坏力，简直可以说是小儿科。路飞与凯多决战时，两人都使用出最强的果实招式和霸王色缠绕，产生的破坏力最多能将凯多的伏地毁灭，完全不能摧毁一座岛屿。即便是所谓的海上皇帝对战贝加庞克研制的最强兵器，也只能被秒杀吧。之前还觉得五老星萨坦圣和黄猿去弹头岛杀贝加庞克有点多余，现在来看，即便是让五老星全部出动，也不能让路飞带走贝加庞克。科学技术带来的战斗力比革命军更加可怕，足以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一直未用全力战斗的鹰眼，还是最强剑豪吗？战斗力能超越他的新角色已经登场。自从香克斯在东海把一条左臂堵在新时代上，鹰眼就放弃与他决斗，再也没使用过全力进行战斗。在东海遇到刚出道的索隆，用胸前的佩刀给对方上了一课。当时的索隆也算小有名气，在鹰眼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鹰眼打算用全力战斗，他想测试与白胡子的差距。挥出的斩击被钻石乔兹挡下，完全不具备斩断钻石的力量。抓捕路飞时遇到七武海圣瓶，仅用了一招便将圣瓶打飞。这场战斗在漫画中没有，是动画组加戏。为了凸显鹰眼的实力，与花剑比斯塔战斗更像打太极，两人互相吹捧都没有全力输出。比斯塔的生命卡显示，他拥有匹敌鹰眼的剑术，略微有些不合理。还有对战达兹波尼斯，也是一刀下去将对方砍倒在地。不过与克洛克达尔交战，鹰眼选择主动放弃，也让他的战斗力被拉低。再来看与鹰眼实力不分胜负的香克斯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者的震撼感。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瞬间移动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拯救克鲁，吓得赤犬脸颊流出冷汗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只能乖乖看着巴基送走路飞，去和之国近海溜达，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吓得大将绿牛乖乖逃走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保护他，一个瞬间移动直接秒杀黄猿，攻击赏金30亿的超新星基德。红发稍微有点认真，一招神臂又是秒杀。不过在海军看来，鹰眼的实力比香克斯更强。在公布鹰眼的赏金时，明确强调了他的剑术在四皇红发之上。都说越晚出现的人战斗力越强，五老星中的光头剑士叫赞巴隆维内斯兽狼圣，是掌管财务的武神，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无上大快刀初代滚彻。从五老星的普通一击能重伤萨博看，光头剑士的战斗力或许不低于四皇。在漫画1086话中，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登场，他叫费加兰德盖林格圣，是一名身材健硕的老者，手中拿着一把外形霸气的西洋剑，必定是一名剑士。作为伊姆王牌军团的首领，盖林格圣的战斗力比鹰眼强一些也很合理。从目前的剧情来看，伊姆就是最终 BOSS。他告诉五老星必须抓捕薇薇，这也注定了草帽团与伊姆会有一战。路飞的对手就是伊姆大人，索隆的对手可能是五老星中的光头剑士，也可能是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。这两人应该就是海贼王完结前索隆的最终对手。他叫萨卡斯基，代号赤犬，是海贼王中争议最大的角色。有人恨他干掉艾斯毁了海米的青春，也有人爱他尽职尽守铁血无情。刚加入海军时，赤犬是一名凶悍的剑士，为了变得更强，吃下拥有最顶尖攻击力的岩浆果实。在奥哈拉事件中，还是中将的赤犬，为了杜绝学者乘船逃走，下令手下炮轰平民避难船，展示出他所坚持的绝对正义，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。在顶上战争时期，赤犬已经晋升为海军大将，那是一个强者如云、拼实力也拼演技的舞台。亲制的大招冰河时代，追不上罗的极地潜水号，黄猿的8尺描边玉打出了何谓人情世故，铁拳卡普更是当众放水，被开启2档的大孙子一拳揍飞。就连变身金色大服的元帅战国给路飞的那一拳也是留有余地，只有赤犬没有拿到剧本，兢兢业业坚持他的绝对正义。钻石乔兹扔出巨大的冰块砸向海军，赤犬果断出手，一拳大喷火将冰块瞬间蒸发，迸发出数以万计的岩浆弹，将整个战场变成熔岩火海，继而将目标直指世界最强男人。白胡子却岿然不动，轻轻吐出一口气吹灭岩浆弹，如同熄灭蜡烛一般。赤犬知道正面打不过白胡子，便利用斯库亚德与罗杰的仇恨，谎称白胡子与海军做交易，舍弃手下的海贼团换艾斯活命，导致斯库亚德刺穿老爹的胸膛，削弱世界最强男人的战斗力。巨人中将约翰贾恩也想扬名立万，惨遭阵阵果实无情爆头，强大的冲击波朝着处刑台攻去，赤犬连同亲至和黄猿才挡下这震撼的一击。当战国下令开启包围必剿灭白胡子海贼团，赤犬发动流星火山，无数个岩浆拳头冲天而降，将莫比迪克号彻底摧毁。白胡子亲自出动反击，赤犬立马站出阻挡，两人激战一番未分胜负。不料白胡子救兵复发，跪在地上口吐鲜血，赤犬趁机挥出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胸口，
路飞救出艾斯之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撤离马林范多。赤犬知道艾斯年轻气盛，出言侮辱白胡子，将其激怒，岩浆与火焰激烈碰撞。艾斯也为一时激动，付出惨败的代价。赤犬对此并不满意，打算将拥有罪恶血统的路飞一起剿灭。七武海慎平站出来阻挡，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岩浆拳头。马尔科与比斯塔也加入战斗，忘记使用霸气未能对赤犬造成伤害。见到艾斯丧命的白胡子彻底暴走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向赤犬脑袋。惨遭暴击的赤犬并没示弱，站起来打掉白胡子的半张脸，却被白胡子抓住破绽，被重创后坠向裂开的广场之下。赤犬利用岩浆果实死里逃生，重新回到战场继续追杀路飞。伊万科夫试图站出来阻挡，倒在熊熊燃烧的岩浆拳头之下。杀红眼的赤犬一拳贯穿慎平的身体，连同路飞一起重伤。就在赤犬准备给路飞最后一击时，克洛克达尔甩出一把杀刀救场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也来帮忙，确保路飞能安全离开马林范多。双方大战之时，科比以微弱的身躯挡在赤犬面前，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，让海军停止追杀，结束战斗。赤犬认定海军不需要观点不正的海兵，挥起拳头将科比就地正法。香克斯一个瞬移来到战场，用格里芬挡下岩浆拳头，吓得赤犬冷汗直流。看着巴基送走路飞，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随着香克斯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顶上战争就此拉下帷幕。此后战国提交辞呈退休，推荐亲自顶替元帅职位，但世界政府的高层们更相信赤犬的能力。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。晋升元帅后，赤犬留起胡须，抽着雪茄，脸上多了些许沧桑，当面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走狗，不得不敬重他是条汉子。赤犬的元帅并不好当，世界局势混乱，还没一个靠谱的手下。黄猿游手好闲，上班摸鱼，整天想着出差给大侄子路飞放水。藤虎不顾及海军的面子，当众给德雷斯罗萨的人民下跪。绿牛的脑袋还有点不好使，一个人敢去抓捕新晋四皇路飞，只有赤犬还在尽职尽守，不愧铁血正义的名号。如果抛开他干掉艾斯这件事，你真的还会记恨赤犬这个人吗？依靠垃圾恶魔果实上位的顶级强者，他们不愧是废柴恶魔果实的拯救者。第一位是前七武海暴君熊，肉球果实能力者，把一个用来装可爱卖萌的果实开发出攻防加治疗的神级效果，手掌上的肉垫能弹开空气，让暴君熊达到瞬间移动，也可以将敌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因此让他有了旅行社长的称号。不管是刀剑攻击还是枪炮攻击，都能被手掌的肉垫弹开，即便是无生命的伤痛，也能被拍出体外，达到瞬间恢复的效果。可能是肉球果实太逆天了，才导致暴君熊的悲惨结局，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天龙人的奴隶。肉球果实也无法被其他人使用。第二位多弗朗明哥，曾经的天龙人，现现果实能力者。单单从名字来看，就是一个用来缝补衣服的垃圾果实。明哥却靠着他晋升强者行列，创造出多个强到离谱的技能，将线拴在云彩上，实现空中飞行，完全无视大海的阻碍。还有插入人体内的寄生线，随意控制敌人的行动。终极大招鸟笼简直就是 bug， 用线将整个岛屿笼罩起来，能阻断信号和切开任何物体，即便是海军大将也无法斩断。居然还有治疗能力，用线缝补受伤的内脏，将明哥从阎王殿拉了回来。可能是明哥太依赖线果实，导致对体术和霸气的修炼太差。如果将霸王色开发到缠绕攻击，明哥妥妥能达到海军大将级别。第三位乔巴，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，别人的人人果实可以变成金光闪闪的大佛，乔巴的人人果实却连个名字都没有，除了让他被大海诅咒不会游泳，没有获得任何特别能力。不过乔巴对果实的开发堪称一绝，用蓝波球搞出7种战斗形态，从曾经的草帽团3弱之一变成能正面硬刚4皇的强者，赏金13亿2千万的大看板也只能被乔巴一巴掌拍在脸上，拿着100倍利的赏金，打着几十亿的架，性价比全海贼王最高。第四位路飞，是橡胶果实能力者，还是幻兽众尼卡果实能力者？当年路飞吃到橡胶果实，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垃圾果实。不过路飞的脑洞确实大，弄出了2、3、4档的战斗形态，也是靠着4档蛇人击败卡塔库利，被誉为海上第5位皇帝。在鬼岛对战4皇凯多，橡胶果实的另一种状态觉醒，变成了幻兽众尼卡果实，还是传说中的神级恶魔果实。吴老星说他在几百年里从未觉醒，可见路飞对果实开发的确有一手。第5位卡塔库利，诺诺果实能力者，一个超人系恶魔果实，硬是被他玩出了自然系效果，不仅有超强的攻击能力，还有堪称无敌的防御力。因此尾田特意修改果实设定，把诺诺果实归类为特殊超人系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把神级果实用废的人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在众多大佬眼中，白胡子到底有多强？巴雷特公开他丧命马林范多的原因。战国与白胡子战斗几十年，也最清楚对方的战斗力。白胡子刚刚抵达马林范多，战国立马让海兵警惕起来，就算人数上比对方多，也可能会成为失败的一方。因为白胡子是最强男人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卡普也是海军中的老兵，对白胡子的实力也算知根知底。见到白胡子引发巨大的海啸，也露出了非常紧张的表情。
青雉有点看不起白胡子，用冰河时代瞬间冰封巨大海啸后，立马向白胡子发动攻击，结果被震荡波从空中击落。第二次交战将白胡子冰封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，也是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差距，被钻石乔兹撞飞后吐血。黄猿对白胡子也有一些轻视，居然想着擒贼先擒王，甩出的大招八尺琼勾玉完全无效，还被马尔科一脚踹飞。面对被赤拳打成重伤的白胡子，黄猿的态度略微有点轻视，用激光射穿老爹的胸膛后，还不忘用言语进行一番调侃。赤拳嘴上不认同世界最强男人，却不敢与健康的白胡子对战，利用罗杰与斯库亚德的仇恨，让白胡子的胸口被剑贯穿。此后赤犬的战斗表现非常好，用岩浆拳头重击白胡子的胸口，还强调白胡子是一位失败者，不敢与罗杰战斗争夺王者之位。赤犬也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，干掉艾斯后差点被老爹打入地下丧命。罗杰是站在世界最顶点的男人，曾经在无名小岛遇到白胡子海贼团，不顾雷利反对也要与白胡子厮杀，也是认可对方与自己有一战之力。雷利让罗杰避开白胡子，也是相信白胡子有实力对他们造成威胁。香克斯从小就在罗杰船上，与白胡子也算是老相识，曾经与巴基一起叫嚣着取下白胡子的首级来证明自己。为了让艾斯不去追杀白胡子，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与白胡子正面交战一点不损，是认定自己不比世界最强男人弱。在马林贩毒，香克斯宁可与10万海兵为敌，也要带走白胡子的遗体。事后他对马尔科说，白胡子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也是认定他很强。得知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丧命，凯多骂他太无能，没能救出艾斯，看似对白胡子的实力不认可，也是叹息没有亲自干掉世界最强男人。巴雷特也曾在罗杰船上待过，对白胡子的实力也非常清楚。面对路飞时，巴雷特强调白胡子只是一位拥有怪力的老头罢了，思想上非常幼稚，为同伴丢掉性命，才不能做世界上最强的人。经历过我的童年，你未必能活得下来。这个要当海贼王男人的精神小伙，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？小时候的路飞与孤儿没什么两样，母亲是谁至今没有露面，老爸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，搞了一支军队要推翻天龙人，爷爷是海军英雄铁拳卡普，在外面带着一群海军锤海贼，回家还会朝路飞脑袋上来2拳，美其名曰爱之铁拳。为了让路飞成为优秀的海军，卡普对他开启了魔鬼般的训练，丢进1000米的深渊之中，流放到黑夜的雨林之中，绑在气球上放飞到空中，让路飞与一群猴子战斗，打输了又会朝脑袋上砸2拳。训练过后，路飞也会到酒吧消遣，与红发海贼团的人混在一起，吵吵着让香克斯带他出海。山贼王西格带着小弟来买酒，香克斯主动送上1瓶酒示好，被一拳打碎，还遭到一番羞辱。西格可是赏金800万的大山贼，香克斯这等海贼被他干掉过50多个。路飞见到香克斯没有还手，非常生气，化愤怒为食量吃下恶魔果实，成为能自由伸缩的橡胶人。事后路飞找到西格讨要说法，脑袋却被对方狠狠踩在脚下。香克斯带着所有伙伴及时赶到，小卡拉米跑出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，拉基路率先开枪干掉一个人，本贝克曼紧随其后撂倒所有敌人，还是让西格逃到了大海之上。近海带鱼突然出现吞掉西格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丢掉左臂，听到路飞说了与罗杰一样的话，香克斯将自己的草帽托付给他，激励路飞成为一名大海贼。卡普回到风车村后得知此事，将路飞托付给好友达旦抚养，还嘱咐艾斯与他好好相处。路飞想要融入艾斯和萨博的圈子，每天跟在2个人后面，弄得一身伤。为了保护萨博与艾斯的秘密基地，路飞被海贼吊起狠狠揍了一顿，生命受到威胁也没有透露半个字。从此3个人成为生死相交的兄弟，相约在17岁出海成为一名海贼。萨博为了逃离贵族的肮脏生活，迫不得已在10岁时独自出海，遇到天龙人遭受炮击沉入大海。艾斯告诉路飞要完成萨博的愿望，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艾斯比路飞大3岁，率先出海，不久便成为报纸上刊登的大海贼。3年之后，路飞向养母达旦告别，一人一船一桶出海追寻梦想，遇到那条咬掉香克斯胳膊的带鱼，路飞奋力一拳将他揍了一顿，为香克斯报完仇后，开启成为海贼王的梦想。你知道有多少位海军中将被秒杀过吗？这或许就是赤犬开启世界征兵的原因。海军中将的实力跨度非常大，有人可以站在世界的顶点，击溃史上最凶恶的海贼团，也有人具备随时顶替海军大将的战斗力，还有一些中将是滥竽充数，一出场就会被秒杀。斯摩格在罗格镇登场时，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曾经与赏金5亿5千万的艾斯战斗，场面上也是不分胜负，一度认为他就是卡普的接班人，会把路飞打得满世界跑。经过2年的提升，斯摩格也当上了中将，战绩却拉胯到不行。对战75海特拉法尔加罗，起初还打得有来有回，罗稍微认真一点，直接拿走斯摩格的心脏将其秒杀。与同样是中将的维尔戈战斗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遇到多弗朗明哥时，斯摩格简直是被瞬间秒杀，如果不是亲自赶来救场，他的小命铁定会留在冰火岛。这个满脸凶悍表情的中将叫梅纳德，跟着藤虎去德雷斯罗萨，以卧底的身份打入到敌人内部，轻松制服了赏金6700万的海贼。巴托洛米奥发现他是海军后，将他按在墙上狠狠摩擦了一顿，
作为海军的中坚力量，被赏金1亿5千万的超新星秒杀，只能说战斗力太弱。巴斯提欧的名气远没有他手中的斩蛟有余，能轻松劈开一栋楼，主动站出来与萨博交手，结果被瞬间秒杀，头盔也被捏得粉碎。海军中将里有不少巨人，从战斗的结果来看，都算不上什么强者。巨人中将龙兹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居然主动对世界最强男人出手，只可惜战斗力差距太大，被白胡子用阵阵果实直接爆头。还有一个巨人族的中将尾田都没有公布他的名字，仗着自己的块头大，就想去阻止路飞救艾斯。路飞喜欢硬碰硬，见到体型大的巨人族，直接开启3档将其秒杀。五鼠算得上中将里面的强者，战斗力属于第2梯队，相比第1梯队的卡普、陶兔等人，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。赤犬接任海军元帅之后，任命五鼠当海军本部的总长官，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他，赤犬必定是把五鼠当成了心腹。在顶上战争时期，五鼠与赤犬的目标一致，就是要干掉所有海贼。对路飞也没有手下留情，靠着剑术和6式，差点把路飞送走。不过在对战汉库克时，五鼠算是一秒躺，面对甜甜果实毫无抵抗力，只能用自残的方式来战斗，刺穿手臂保持一丝的清醒，也避免海军被女帝瞬间团灭。维尔戈是明哥派去海军的卧底，战斗力比其他中将一点不低，与山治战斗的时候也是占据了上风，把山治的小腿踢骨裂。不过对战罗的时候有一些大意，认定罗的战斗力不如自己，过于相信自己的武装色霸气，没有躲避罗的攻击，葬身在庞克哈萨德。卡普是海军中将钉子户，也是最强的一位中将。不过卡普整天吊儿郎当的模样，给人一种不着调的感觉。曾经为了破吃甜甜圈的记录，5天5夜没有睡觉，一时大意被蒙卡用斧头劈开胸膛。面对自己的大孙子，卡普选择故意放水，闭上眼睛被2档路飞一拳揍飞。有这么多实力拉胯的手下，也难怪赤犬要开启世界征兵招募大将，挑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有何后果。3人从小屁孩成为海上皇帝，克洛克达尔的断手之谜终于解开。17岁出海后，艾斯的名气一路飙升。他告诉香克斯会取下白胡子的脑袋，盛平不允许艾斯向白胡子发起挑战。2人大战5天5夜，耗尽体力，双双倒地。白胡子海贼团也在此刻来到战场。艾斯立马制作一面火墙，让同伴们快点逃走。白胡子将艾斯击败后，邀请他当自己的儿子。之后，艾斯成为白胡子海贼团的2番队长，在追捕叛逃者第7时，败给吞噬一切的暗暗果实。最终在马林范多丧命赤犬的岩浆拳头之下，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鹰眼立马站出来挑战白胡子。他想测试自己与世界最强男人之间的差距。黑刀叶挥出的斩击被钻石乔兹挡下，连与白胡子直接交战的资格都没获得。亲自将阵阵果实制造的巨大海啸冰封后，立马向白胡子发起进攻，被一拳从空中击落。第2次挑战将白胡子完全冰封，却感叹震动无法冻住，随后便被钻石乔兹撞飞后吐血。黄猿企图用斩首战术干掉白胡子，8尺琼勾玉被不死鸟马尔科挡下，自己还挨了一脚撞坏一面城墙。见到白胡子受伤后，黄猿再次出手挑战，用激光射穿白胡子的胸膛，还不忘嘲讽几句。赤犬比青雉和黄猿都聪明一些，策反斯库亚德刺穿白胡子的胸膛，让他的实力减弱，才亲自出马战斗。趁着白胡子伤病复发，用岩浆拳头重创将其打伤。见到艾斯丧命，让白胡子彻底愤怒，拼尽所有力气也没能将赤犬干掉。凭借对抗白胡子海贼团的优异表现，赤犬被推荐接替战国当海军元帅，在庞克哈萨德与青雉大战10天10夜，打断青雉一条腿，成功当上海军元帅。之后抽着雪茄怒骂吴老星，胆子还真是不小。帝奇欺骗白胡子是渔民才得以上船，他想寻找梦寐以求的暗暗果实。见到萨奇得到暗暗果实，黑胡子立马将其干掉。之后招募到一群强者来到马林范多，目的是干掉白胡子，抢夺阵阵果实，却因为太过傲慢被抓住破绽挨了一刀。好在白胡子身体达到极限才捡回小命。目标达成后，黑胡子带着手下离开，在1年后击溃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，成功接替白胡子成为4皇之一。香克斯和巴基都是罗杰船长的实习生，从小就叫嚣着取下白胡子的首级。具体的战斗情况没有公开，不出意外是2个小鬼头惨败。大妈和凯多在和之国战败之后，巴基依靠老沙和鹰眼组建的十字工会，成为当今4皇之一，加入海贼王的争夺战。罗杰被处刑后，香克斯建立自己的海贼团，经常盘踞在东海寻找传说中的橡胶果实。为了救路飞被近海之王咬掉一条胳膊，战斗力下降后却能成为最年轻的4皇。克洛克达尔也曾挑战过白胡子，战败之后成为七武海的一员，盘踞在阿拉巴斯坦寻找远古兵器。他的左手为什么会断掉？应该是挑战白胡子被砍掉的，并且用老沙的左手当鱼钩钓鱼，也难怪老沙会如此记恨白胡子。50年前杀害布鲁克的人终于找到了，黑胡子已经将他干掉，抢走了恶魔果实。刚刚加入草帽团时，布鲁克就是一个不正经的糟老头子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表现得非常害怕，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女，都会问对方穿了什么颜色的胖子。在2年的修行中，布鲁克看似虚度光阴，却找到了大号的密码。去蛋糕岛接山治龟队，布鲁克单挑4皇大妈，打伤2个霍米兹，偷偷拿到历史正文的踏本，还睡了4皇大妈，这是做的体面。来到和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，一招秒杀飞6包黑玛利亚的全部手下。
如此强悍的布鲁克，在50年前的赏金已经达到3300万贝利，不能说是最顶级的强者，也算得上战斗力不错的海贼团吧。却在魔鬼三角地遭受攻击，全团人员被病毒武器攻击后覆灭。布鲁克靠着黄泉果实捡回一条命，可是身体却变成了一副白骨。在50年前有名的海贼团中，我们知道的就是洛克斯海贼团，他们由一群嗜血如命的强者组成，为了财宝，船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残杀。船长洛克斯有不输罗杰和卡普的实力，在神之谷战败后葬身大海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是其中之一，战斗力能匹敌罗杰，后来成为四皇。还有吃了飘飘果实的金狮子，组建了不输罗杰的飞空海贼团，曾经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一点击败罗杰，可惜败给一场暴风雨。四皇大妈从小就是强者，靠着深挖果实一步步组建四皇海贼团。凯多吃下大妈给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靠着强悍的实力组建百兽海贼团。王直和银斧至今还没有登场，据战国说也是传说级别的海贼。如果是他们攻击伦巴海贼团，干掉布鲁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不过伦巴海贼团是被病毒攻击，纵观洛克斯的成员中也没有用病毒攻击的人。在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第二大看板奎因喜欢研究病毒武器，制造出能人传人的冰鬼武器，如同瘟疫般传染，让敌人中毒丧命。可是，在50年前，奎因还没有出生，不可能是杀害布鲁克的凶手。在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黑胡子带着手下兰杰罗的红星海贼团船医毒 Q 也参加了战斗，用病果实的能力让罗变成女性，使用像奎因一样的病毒攻击，毒 Q 也应该能够做到吧。结合布鲁克遭受病毒攻击身亡，杀害他的人可能是上一任病果实能力者。这样来看，黑胡子算做了一件好事，帮助布鲁克把仇给报了。击溃3位传说级大海贼，秒杀2位海上皇帝副手。铁拳卡普的传说在蜂巢岛落幕。刚加入海军的卡普是一位帅气阳光的青年。38年前，洛克斯海贼团在神之谷攻击天龙人，旗下有白胡子凯多和金狮子等一众强者。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卡普出动联手罗杰，才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溃。大海的霸主洛克斯也连同神之谷一起沉入大海。在追捕罗杰海贼团期间，卡普找到铁头功大师青椒，拥有霸王色的青椒，赏金已经达到5亿贝利，脑袋却被卡普一拳头砸扁，发财的美梦就此破碎。找到 One Piece 后，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公开处刑。金狮子对此非常愤怒，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马林范多，卡普与战国2人联手，毁掉半个马林范多，才将金狮子击败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后，卡普并没有第一时间投入战斗，直到马尔科偷袭处刑台，卡普才出动一拳将马尔科打飞。对战大孙子路飞，卡普迫不得已放水，闭上眼睛挨了一拳。战国对战黑胡子海贼团时，卡普也加入其中，一拳揍飞巴沙斯。当香克斯要终结顶上战争时，卡普很给面子，让海军立马拯救伤员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抢夺甜甜果实失败，将科比带回蜂巢岛。卡普得知消息后，带着 SWORD 中的几个成员攻打蜂巢岛救人，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直接将一座城镇摧毁殆尽。对战大弟子前海军大将青雉，使用海底落下将其打入地底，可惜在保护弟子科比时，被溪流利用隐身果实偷袭贯穿腹部，随后抓住溪流将其重重砸入地下。一个人对战黑胡子海贼团4位干部，外加1位海军前大将，最终掩护年轻海兵逃离，自己的心脏被青雉用冰刀贯穿，一代传奇英雄就此谢幕。生命是否完结还没有定论。罗杰死后留下5件宝贝，香克斯靠着他当上4皇。乌索普私藏了1件绝密兵器，第一件是草帽，具体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未公布。香克斯得到草帽后，将它视为代表船长意志的珍宝。后来在东海的风车村，把草帽托付给孩童时期的路飞，并约定在路飞成为大海贼后，会将那顶草帽取回来。路飞也将草帽视为珍宝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。第二件是无上大快刀艾斯。从已知的剧情来看，罗杰并不是一位能力者，主要输出是依赖霸气和剑术的结合。手中的佩刀叫艾斯，给儿子取名艾斯也是因为这把刀。艾斯属于无上大快刀21弓，向海军自首后去向不得而知。第三件是远古兵器天王。当年金狮子与罗杰在埃特沃尔爆发海战，就曾透露出罗杰手中拥有一件远古兵器。金狮子想让罗杰带着他当自己的小弟去称霸世界，不过那件远古兵器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明。香克斯曾经盘踞在东海，除了泡妞，多半是在找远古兵器。罗杰船上的那颗巨大的蛋，或许就是开启天王的钥匙。第4件是通往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。罗杰海贼团抵达最终之岛后，有船员制造了永久指针，对此罗杰非常愤怒，指责船员后将他丢进大海之中。后来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永久指针出现在世人的面前，路飞从巴雷特手中得到它，并将永久指针彻底摧毁。第5件是罗杰使用过的一把手枪。草帽团第一次出海前来到罗格镇，路飞是为了看看罗杰被处刑的地方，索隆是为了去武器店购买2把刀，乌索普也来到一家武器店，还遇到了罗杰使用过的枪，在之后的战斗中并没有出现，多半是被乌索普私藏起来了。觉醒米卡果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路飞距离香克斯还差3种顶级技能，第一种是瞬间移动的速度。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对战 CP9 组织中的布鲁姆，根据对方使用海军60中的体，开发出橡胶果实2档，通过增加身体血液的流动，
来强化身体的移动速度。不过相对拥有光速移动的黄猿，路飞的2档还是慢了很多。此后路飞开发出3档、4档和5档，都没有进一步提升速度。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，路飞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能判断出凯多的下一个招式，依旧没能躲过狼牙棒的攻击。可见路飞在移动速度方面还未达到最顶级强者的水准。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香克斯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。去马林范多中杰顶上战争，红发海贼团的船还未靠岸，香克斯就已经来到赤犬面前，挡住岩浆拳头将科比救下。后来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明确香克斯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面对拥有光速移动的大将黄猿，也被他用刀架在脖子上不敢动弹。第二种是见闻色的等级不如香克斯，路飞闯入蛋糕岛接山治，对手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，两人都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过在见闻色等级上，路飞差了一个档次，没能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使用出的任何招式都无法打中敌人。在绝境之下，路飞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。香克斯拥有的见闻色等级比所谓的预见未来更加高级，是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，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会使用。从路飞对战卡塔库利来看，见闻色有差距会让战斗力差一个等级。香克斯作为路飞的下一个老师，会将见闻杀传授给他吗？第三种技能是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，与世界最强生物凯老师一战，路飞开发出2种最顶尖技能，一种是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掌握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另一种是最顶级的霸王色用法，像武装色一样缠绕隔空攻击，帮助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赏金涨到30亿贝利，登基海上皇帝。香克斯也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仅用一招神臂就能秒杀30亿基德。据说香克斯拥有最强的霸王色，也是唯一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的人。当年去白胡子船上讨论艾斯的事情，就释放过霸王色阵列船板。如此来看，路飞的战斗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除了战斗中体力不足的问题外，还得学会以上3种技能，才能达到香克斯的级别，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强者。